小大夫在家了呀。好多年了，得找你要钱，免费让你用了好多年。我最喜欢的一首歌，那首歌代表着就是店长，对吧？那首歌一想起来，你们就能想到店长，是吧？在意我，你们就能想到龙二，对吧？买嘎是什么？小樱吗？喜欢店长多一点。你是喜欢店长这个人物啊，还是喜欢这个演员？还打算继续开酒吧吗？这几年我不打算，这几年我啥也不打算开，这几年经济不好。下一步遇到多年未见的店长，我们
们都老了，你要在那个周明磊那个剧情的话就没啥意思了。对，可以到处走一走。这几年就是不行。前2天有一个就是我大学，我27岁上的大学嘛，然后我那个时候班里有一个17岁的一个同学，然后他管我叫范哥嘛，然后他就找我借钱，他说范哥，那个我跟一个朋友，因为我们是学音乐的嘛，他之前在那个酒吧驻唱，然后他就跟那个就是可能老板不做了，然后他们几个歌手就把这个店就接下来了。他就跟我说范哥，那个我跟朋友接了一个民谣酒吧，然后现在没什么钱，然后想找我借点钱之类的。我说那个，我说没有，我说你去别的地方看看吧。其实他找我就借几万块钱，我觉得可以借，但是我为什么不借他呢？因为我心里就是在想，就是就我不能去打消他的积极性，就是我不能说你现在不适合开酒吧，你现在开酒吧一定会赔，现在经济不好，你啥你都不要做，我不能说这种事儿，我就直接不借就好了。如果说我借了的话，我害他，我不借还告诉他说不好，不应该做，不应该接的话，我就觉得又打消人积极性。所以我觉得有些跟头他一定要栽，既然他想创业，他一定要栽。这些东西他以后他会知道，你现在不要去跟他说。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我做的对不对啊？可能就是按照你们的心理的话，你就直接告诉他，你就说不让他做之类的。但是其实他跟我说的时候，他已经把这个酒吧已经接下来了，那我也不能说哎，那你不要做之类的，对吧？而我心里我可能我这个人想的事儿比较多，所以我就啥也不说，我就说我没钱，我说你找别人借一借吧。因为这2年就是我真的想奉劝大家，就这2年就千万不要做实体行业，尽量就是保守观望啊，不适合做生意啊。向前要一步一步，妈呀，想得很美，想得很远，只要这样一下，拥抱一下都是誓言。对啊，龙二去哪儿了？我不知道啊。一恋爱，一恋爱我这人会亮起来。淘宝店也没开了，你现在做生意不赚钱，就是不赚钱。你现在做生意就是不赚钱，就是不赚钱，你就做吧，你做一个不吱声。那衣服你说你超过80的没有人买一个短袖，你们能懂不？他不赚钱，那一个衣服的成本至少得在50-60，因为咱们的
就是像我们的这个，如果说就是制作衣服的话，我们的量太少了，所以我们的单价会高，所以成本就是在50-60。哎呀，你做它干嘛呢？你卖不上80，现在50-60，你买一件衣服，大家都嫌贵的。反正我不会花80块钱买衣服。你想想，你就是成本就是在50块钱，然后你快递费可能在3-4块、5-6块。对，像我们这种就是量太少了，我们压不了货呀。你像那种大的那种厂子呀，或者说那种企业呀，他可能会做个几千件以上，可能是人家的这个给你单价就会低一些，因为你量在那儿，因为你是打版呐，包括就是那个设计啊这些东西，人都学的不知道，所以单价就是会高一些，没劲。就现在做生意，你就是压货不行，然后拿自己的钱做生意也不行，就是我就觉得太难了。因为我做酒吧的时候，算是拿别人的钱去做生意，我觉得还好，就是压力没那么大。然后包括那其实你把别人的钱亏掉了，你其实心里也会有负罪感，所以就不要做生意，这几年不要做生意，除非你就告诉我，就是你想历练一下，百里我现在就有闲钱，然后这几年亏应该也亏不了太多，那我想趁这个节骨眼我去历练一下，这个是可以的啊，你要有这种想法是可以的，但你不要想着说这几年就想赚点钱，不可能，我就直接告诉你们不可能。不可能，别做，啥也不要做，上班挺好。昨天我跟那个这2天我跟那个小大夫就研究说给他找工作嘛，想去那个山姆想去那个山姆给他找个工作，后来听说山姆很累那山姆听说很累的后来就算了，他慢慢找，不催了。他不是学医的，小大夫他是我的一个昵称，他不是真的大夫，我都说过无数次了，不要再让我解释了。小大夫他是一个昵称就跟你叫那个小畜生是一样的，他是一个昵称，他不是畜生对吧？对，他是个昵称天，对又报金句我都解释无数次了。就有的人就看直播看不懂就觉得我叫他小大夫，他一定是小大夫。我说什么他为了我把那个医院的工作都辞了都开始不做医生了，就为了我怎么样的可吓人了，是以讹传讹，看不懂。胖东来，我不知道我觉得小大夫干不了，小大夫就嫌累。
确实挺累的，我觉得那种工作确实挺累的。你们就其实各有各好，你就像你那种超市的话，我昨天我也跟小大夫分析了，我说那种超市的话，它一般都是那种就是国营不是国营，就是那个连锁的那种，就企业比较大，它一时半会儿吧，它不会像那种那种单独的那种小公司，说黄就黄，说开不出工资就开不出工资。我觉得那种那个商超什么的，我觉得相对而言的话，对商超会稳定一点，可能是累。但是你要那个就是公司，就是那种什么这个公司那个公司，广告公司什么影视公司，他可能今天开明天就黄了，但是他确实可以摸鱼的。那种工作你就在工位上摸鱼，一天就没好的一天就过去了，一个月赚个这个摸鱼的钱，我觉得挺好。反正就各有各的好。而且我能体谅，就是年轻人不想做那个体力活，我觉得怎么都行。嗨。对啊，封神巴巴托斯，是有一点，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嘛，对吧？所以我其实对小大夫找工作这个事儿吧，我也觉得确实是难，确实是难。你知道我前一段时间啊，就是我刚不做酒吧的时候，我就酒吧关的时候，然后我就不想闲着，不想闲着，我就说那我找个什么工作呢？我想是，其实你们知道，你们应该能感受到，其实我是可以不工作的人啊，我可能现阶段我是可以几年不工作的人，但是因为我就比较空落落的，然后我就说那我也找个工作吧，然后我就体验一下。完了我就因为我之前就是总去那种比较贵的餐厅，然后就是有那些就是销售什么的，就是高级的领班，或者说高级的那种营销人员，就是我们订餐厅我们订就是那种高端的餐厅，我们可能不会去打电话订，我们不会去门店去订，我们不会在团购去订，我们可能就直接就有这个销售人员，就是他就相当于专门服务客户的，然后我就找他订，然后我去店里的话，他们也会来敬酒之类的，就这种工作我觉得很高级，然后我就也想去尝试一下这个工作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工作应该不难，就是情商高嘛，然后形象 OK， 然后就是能吃辛苦，我觉得就好了。然后我其实挺想去面试的，但是因为后期买这个房子了，买这个别墅了，所以就没在深圳了。对，要不然其实我很想去尝试，因为我都已经12年没工作了。对，我已经12年没有上班了，12年没有上班啊。对，12年没有上班。但我其实有那个冲动想去体验一下，包括我想做一个系列，就是我想做一个自媒体的系列，就是我去各大公司去面试，然后想把它录下来，就我很想
做这样的一个视频，我觉得给大家有一些就觉得挺好玩的，我觉得这个东西。因为我其实我挺喜欢面试的，而且我跟大家不太一样的，就是我喜欢面试，我喜欢面试，我喜欢开会。我这两个点就是很多人就不理解，就是为什么喜欢开会，因为我很喜欢开会，我就觉得就是上班不如开会。我很喜欢开会，我很喜欢就是一大帮，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做餐饮管理的时候，我们每个店的那个管理人员要去那个总部去学习开会之类的，我就特别兴奋，我就说，哎呀，这一大帮人，然后就可以就是下午又不用上班，然后又可以就是开会的时候又可以表现自己，然后又很愉快，开会时间过得很快，你知道吗？还可以学习，我觉得那个时候可爱开会了。我不理解，就是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开会？那不上班开会就开会呗，对吧？开完会然后那个下班了，回家了，又过去半天。我真的觉得开会其实能认识到很多很多的人，包括他们的一些想法，我就很喜欢我很喜欢。领导有指示，有指示就有指示呗，反正你也是挣工资啊，他有指示是正常的呀。下班时候开会那我觉得那个是挺缺德的。下班时间开会，我觉得太缺德了吧？开会就是领导你们都是下班开会啊？我们不是，我们是找一天下午，就是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找一天下午，然后就開會。你们都是下班的时候开，怪不得。缺德。什么同性恋？同性恋？什么同性恋？这两天在给那个小大夫看车，然后如果说大家想买那种便宜喽嗖的车，可以问我。这两天我看了好多车，你们可以问我啊，有没有对买车就是有一些疑问的，可以来问我啊。买便宜喽嗖的车可以来问我，我这两天看了好多车，就对这种便宜喽嗖的车我有一点点了解。5万左右的智驾，你去死吧！5万左右的智驾，你旁边你坐个老头给你指挥，你一天花一个老头，你给他100块钱，他能给你指路。你不用支架，你5万块钱你要支架，你去干嘛去你？不要脸了你！5万块钱你要支架适合你们，合适你们的i3 不好i3 不好，i3 不好，不要买 i3。i3 我买的那年，我是22年买的，然后到现在不到3年的时间，降了10万左右，降了10万多。
啊，降了10万多，33万买的，33万6买的，然后现在是20万左右就能买了，啊，就不要买。而且就这么说吧 ，i3 就是又不能装逼，性能也就怎么说呢？就现在买 i3 的人，就是比较不上档次的人会买 i3 啊，就不要买啊。你买 i3，你完完全全可以买大众那个 ID3，或者 ID 那个是 ID5啊，还是 ID 几啊？就买大众都比那个买宝马强。宝马的东西吧，就是你要买贵的还行，买3以下，特别是比如说宝马3系、宝马电车的3系都不要买。对，就是5以上，对，宝马5以上还行啊，就不要买 i3。就是我现在推荐的，就是如果说是5万左右的车，我推荐那个雪佛兰有一个叫科鲁兹，叫科鲁兹啊，还叫什么？科鲁兹啊，对，科鲁兹，这个是推荐的，雪佛兰是推荐的，就是7万块钱的科鲁兹可以啊，科鲁兹7万，就是落地7万。你人生当中的第一辆车，雪佛兰可以，雪佛兰啊可以，新车落地7万，深圳落地7万，你们当地可能更便宜。对，你想想，你人生第一辆车，你要是买国产的话，我觉得就没啥意思，你还是要买一个合资的车。为什么我推荐雪佛兰，像那个什么凯迪拉克这种车呢？可能油耗会稍微比一般的那种小车要高那么一丢丢。为什么？我告诉你们为什么它的这个油耗会高，因为它的就是这个车身比较重啊，车身比较重。你像这个我去看过奇瑞那个车门子啊，就跟那个塑料的似的。你一开雪佛兰，然后你就那个车门子，你明显感觉到那个重量感。我说句实在话，就是咱们不希望开车会遇到小刮小碰，但是难免。如果说要是遇到稍微大一点的事故的话，你就那种小脆皮车就完全白扯，还是要买稍微就结实一点的。所以就是我现在就什么剁椒鱼头这种车不推荐啊，我完全不推荐。剁椒鱼头这种东西，就除非就是你家住别墅，然后你要去那个旁边的那个超市买菜啊，这个剁椒鱼头我推荐。但是剁椒鱼头其实不便宜，下来也得3-4万块钱。这个车你买回来就是买菜车，其他的不要考虑啊！不要觉得说就是尝试一下没多少钱，你买了就是完蛋。而且这种车都是电车的电池，你使个2年以后，你就发现这个电池就完全不行了啊！最便宜的就是科鲁兹，最便宜性价比最高的是科鲁兹啊，科鲁兹是完完全全推荐大家买的。还有一款是那个吉利的缤越，用料也是可以的，但是那个吉利这个品牌我不太推荐。吉利这个品牌我不太推荐，但是吉利的那个缤越我还觉得挺好的啊，我就觉得这个缤越还挺好的，但是这个品牌不推荐啊。你包括什么动能也够了，然后空间也够了啊，做工也够了，科技感也够了，就是缤越的这款车也是7万块钱啊，缤越落地也是7万，也是油车啊，
也是油车，缤越是可以买的，但是如果说相比之下科鲁兹的话，我还是推荐这个雪佛兰这个品牌科鲁兹啊。你像什么奇瑞的那个3叉5叉不要买，那都是，哎呦我的天，那个质感呢？我有一次去，我跟小大夫看了一款车叫探索者吧，就是奇瑞的那个探索者还是发现者？发现者是路虎，探索者好像是15万的车，塑料感啊，那个是奇瑞的。我看奇瑞的那个质感非常非常的差，非常非常差啊！如果说你买奇瑞的话，我就真的就觉得说可以选择的要好多，就是哪怕就是油耗高一点，但是你们记住了，你买车不是买玩具，用料扎实一点，就是它就是要结实。A4L 能买吗？我觉得奥迪的车都可以买，就是奥迪的车，奥迪适合什么样的人啊？奥迪适合就是偏直男的人，就是买奥迪的人，我觉得性格都偏直男啊。奥迪的就是它车里的感觉就是很棒，就是如果说奥迪让我想到一个城市的话，那可能就是那种什么马来西亚、新加坡这种城市啊，就它是一个就是非常干净整洁且有底蕴有内涵的这么一个感觉，就是奥迪内饰非常棒，非常非常棒，这是在我心尖上的那种。你像什么宝马呀、奔驰啊，我觉得那个内饰都太，就是特别是宝马的内饰叫做白车啊，白车啊，就是奥迪的车你都可以买，就包括奥迪的电车也很好啊，奥迪的电车也很好啊，你们就可以冲奥迪，包括大众也很好啊。我就觉得就是说，我就喜欢就是有质感的东西，奥迪能给我，大众也能给我啊，很好。奥迪的车大家可以买，性价比很高，就是你像宝马，就是我觉得完全不值，完全不值。你有买宝马的钱，你买奔驰；你要是没有那个钱，你可以省点钱，你买奥迪，你同时又有了 BBA 的那种感觉啊，就是你有那种虚荣感。但是奥迪，我觉得买奥迪的人应该也没有虚荣感。反正我觉得奥迪它是很内敛啊，它是很内敛，而且就是奥迪确实是可能已经不太算是那种豪华品牌了啊。奥迪的保养贵不贵？我没保养过，但我觉得奥迪这个品牌应该不贵。对，奥迪应该不贵，我没保养过。而且现在买车其实都包那个保养，你买车的时候你就往死了砍呗，你包个3次保养，你能坚持4年左右，4、5年左右。哎呦我的妈！你们要知道这点啊，不是